台湾2027年底真的可能面临战争，这不是阴谋论，不是网络谣言，而是路透社最新引述美国战争部正式报告中的评估结论。美国不再模糊，不再保留，这一次讯息非常直接。根据路透社在2025年12月22日的最新报道，美国国防部在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明确指出，中国预期在2027年底前具备对台湾发动作战并取得胜利的能力。这句话很真实，真实到它不只是分析，而是写进官方文件里的评估。我们先冷静看清楚这份报告到底说了什么。这不是随便哪个智库、哪个学者的个人意见，而是战争部，也就是俗称的美国国防部，在评估中国军事能力后给出的正式判断。报告中提到几个关键点：第一，中国正在快速扩张核武与战略核主能力。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，中国已在多个地区建构超过100座洲际弹道飞弹发射井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中国不只是为了区域冲突，而是在准备能同时嚇阻美国介入台海战争的整体战略。第二，时间点被明确点出来了，2027年底，这不是巧合。2027年正好是中国解放军建军100周年，也是中国内部军事改革设定的重要节点。美国的判断是，到那个时间点，中国认为自己有足够能力尝试解决台湾问题。注意，美国用的不是一定会打，而是具备能力并可能选择动手。但在战略判断里，有能力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。那这份报告为什么决定现在公开？为什么要让全世界看到？因为这不是只说给台湾听，这是说给北京、台北、东京，还有整个亚太地区听的。翻成白话就是，美国在告诉所有人，风险正在逼近，而且不是想象。接下来，我们回到台湾本身。很多台湾人会说，可是现在没有打啊，生活也很正常。这句话没有错，此刻的台湾确实没有飞弹，没有炮火，便利商店照常营业，捷运照常行驶，你我每天还是在上班、上课、滑手机。但真正值得问的不是有没有打，而是如果真的要打，它会长什么样子？因为现代战争早就不是一开始就开火，它更像是一个长时间的测试，测试的是一个社会的耐性、判断力，还有最重要的，什么时候开始松懈。而台湾正在被放进这个测试里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但其实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。军机天天来，军舰天天到，新闻播久了，你就会开始变得麻木。当一场变成日常，警戒就会自然下降。而这正是灰色地带战争最有效的地方。所谓灰色地带战争，不是要你立刻投降，而是要你慢慢接受一件事，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当一个社会开始这样想，它其实已经输掉了一半。你一定看过这些说法，美国不会来了，抵抗也没用，第一天就结束了，讲这些只是吓人的。这些话乍听之下像是冷静，但仔细想想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全部都在削弱你思考要不要准备的这个动机。真正危险的不是相信某一种立场，而是你开始不想再思考，因为只要你开始放弃思考，判断力就会交给别人。而在冲突来临之前，放弃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失败。再看台湾现在的状态，政治高度对立，社会共识越来越碎片化，任何事情很快就变成阵营对抗。这对平时来说也许只是小打小闹，但在高度压力的情境下，顿时就会升级成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因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最怕的永远不是敌人的强大，而是自己先乱。你可以试着想一个画面，不是飞弹来的那一刻，而是前几天、前几周，消息开始混乱，真假难辨。有人说快结束了，有人说要全面开战，有人开始囤物资，有人则开始嘲笑囤物资的人。这个阶段才是决定走向的关键。很多人以为战争的分水岭在打不打，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分水岭在社会能不能撑住混乱，而撑不撑得住，取决于一件很现实的事情：我们准备了没有？这里说的准备，不是上战场，也不是变成军事专家，而是非常基本、非常日常的问题。如果通讯暂时中断，你能不能联络到家人？如果物流延迟，你的生活能撑几天？如果资讯满天飞，你能不能分辨什么该信，什么该停下来查？
这些才是现代冲突真正考验的地方。很多人会说，讲这些会不会太夸张？是不是在危言耸听？不过你们回想一下，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人这样说？结果呢？准备好的人过得比较稳，完全没准备的人只能跟着慌。冲突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谓的黄金72小时，不是电影桥段，而是所有重大灾难里最混乱、最没人能立刻帮你的时间。那段时间不是靠英雄，而是靠事前的选择。但我要强调一件事，准备不是恐惧或懦弱的表现，准备是一种理性，是一种积极面对的态度。真正的恐惧是什么都不想知道，什么都不想管，然后把希望交给运气。而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，运气从来不会站在没准备的人那一边。所以当美国战争部把2027写进正式评估文件里，这不是在帮台湾制造恐慌，而是在告诉所有人，时间正在变得具体。没有人知道会不会真的发生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世界已经开始为那个可能性做准备。那台湾呢？面对这样的局势，台湾人最重要的不是选边站，不是互相指责，而是保持3件事：第一，不否认风险；第二，不被情绪带走；第三，不把准备当成笑话。因为真正能保护你的，从来不是某一句口号，而是你在风暴来之前，到底做了多少准备来面对。我不希望你听完这段影片后感到害怕，我希望你感到的是，对所面临的状况非常清楚，清楚知道自己身处什么位置，清楚知道现在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，也清楚知道，如果真的需要面对，你不会是毫无准备的那一个。而我们完全战争避难手册频道，也针对灾难、战争、生存、国际资讯等等，都有做过详细的影片来介绍。比如空袭来了，我们会怎么样？该怎么反应？遇到天灾，我们又需要准备多少天的物资？如果核灾或核攻击的发生，我们又该怎么提高生存率？每当国际局势发生变动，台湾又将可能面临怎么样的未来？这些都是希望各位观众能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在物资、讯息甚至心灵层面上，能够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这些就是你在灾难来临时最坚强的依靠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或是想跟我们聊的，都欢迎在留言区让我们知道。也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《完全战争避难手册》。我们下集见。